第一天，麦克斯变身成小蝌蚪，出生在沼泽生物群落。麦克刚出生没有腿，而且只有5颗星。他妈妈坐在面前的睡莲叶上，让麦克上岸，然后就带着兄弟姐妹们走在了前面。麦克刚跳上岸，一个女巫突然出现，口中念叨着天选之蛙，然后向他施展了魔法药水。麦克立即像风筝一样漂浮在空中，跟在女巫身后，无论怎样挣扎都动弹不得。第二天，麦克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大水箱中，他游来游去寻求帮助，最终找到了一只和善的蝾螈。蝾螈告诉他，女巫每天都来这里用动物提炼药水，谁也不知道自己会死在今天还是明天，但最终一定都会死。麦克向蝾螈道谢后，开始想办法逃脱。他全速撞向玻璃，发现毫无用处，也找不到这个水箱的任何弱点。难道他刚出生就要死在这里吗？第3天，麦克长成了一只真正的青蛙，并且有了10颗星，但他仍然不知该如何逃出去。他绞尽脑汁，终于看到上方高处有个出入口，只要跳得足够高就可能逃出去。他一次又一次的尝试，最终在精疲力尽之前跳出了水箱。走出大门时，女巫追了上来。麦克开始了漫长的逃亡和回家之路。第4至7天，麦克开始四处探索。他检查了很多片水域，但都不是自己的出生地。看来回家找妈的路将会无比漫长。在那之前，他必须变得强大，生存下来。于是，麦克开始撸木头，并先后制作了工作台、木质和石器工具。一番工作后，他开始有点饿。很快，他发现了一个羊群，可惜作为青蛙，他不能把它们当作食物。他继续寻找牛和鸡，一样都不能吃。正当麦克恼火时，他发现了一个沼泽生物群落，里面大量的史莱姆勉强可以用来填饱肚子。第8至11天，旅程中，麦克走进了一个神秘森林。这个地方令人毛骨悚然。一个声音传出来，让他小心。在他疑惑时，一只灰熊突然窜出，袭击了他。麦克迅速拿出石斧，开始和灰熊战斗。最终，他赢得了这场势均力敌的战斗。灰熊消失后，一只蓝鸟走了出来。麦克问蓝鸟有没有看到过一群青蛙。他回答说，这里除了自己，他只见过一个疯狂可恶的女巫。麦克说，他正是从女巫那里逃出来的。蓝鸟说，女巫的敌人就是他的朋友。随后给了麦克一张前往下水道的地图。他说，那里可能会有帮助。第12至15天，麦克做了一把石剑，然后根据蓝鸟的地图走进了下水道。下水道里飞着一群苍蝇，刚好可以作为食物。麦克很快用剑解决了他们每餐的一顿。然后一群迷路的小海龟找他帮忙找妈妈。麦克感同身受，于是在下水道内四处搜索起来。过了很久，他终于找到了小海龟们的妈妈。和龟儿子团聚的龟妈妈给了麦克一个龟壳头盔，表示感谢。麦克告别后，继续踏上了自己的找妈之路。第16至19天，麦克走出下水道，他感觉有些疲倦，想要休息，于是制作了一把石斧，撸木头，建了一所房子。在他以为自己可以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时，一大群骷髅开始攻击他。麦克无力招架，只能躲进了房子躲避。第2天早上，太阳升起，门外的骷髅已经消失。麦克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武装好自己。他找到一个大洞穴，开采出了铁矿、铜矿和煤炭，然后做了一个熔炉，制作出铁剑、铁靴。第20至23天，麦克继续努力寻找回家的路。在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他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很吓人的小镇。慌乱中，麦克躲进了一个屋子，没曾想里面有好几个可怕的南瓜人。最大的南瓜人告诉他，既然来了，就永远留在这吧。吓得麦克迅速逃走了。第24至26天，逃出南瓜镇后，一条蝾螈游了过来，和麦克打招呼。原来是女巫水箱里的那只。蝾螈告诉麦克，在他逃走后，很多其他生物都受到鼓舞，想办法逃了出来。他提醒麦克千万要小心，女巫一直在四处找他。就在这时，女巫出现了，麦克慌忙和蝾螈告别后逃跑。女巫故技重施，再次想要施展魔法，幸亏麦克灵活躲闪，得以躲开。最终，麦克跑到了一个山洞里藏了起来，女巫也在旁边停了下来。麦克看到蝾螈已经被抓进了桶里，虽然现在无可奈何，但他发誓一定会拯救他。幸运的是，女巫没有发现，然后就离开了。随后，麦克走出山洞，杀了一些羊铺了个床。逃亡之路确实辛苦。第27至29天，麦克深挖洞穴向内深入，然后发现一些苍蝇聚集在里面。他很快把它们当成早餐吃了。补充完体力后，麦克开始继续采煤采铁。然后在他等待铁钉炼成时，一大群僵尸袭击了过来。麦克拔剑开始跟僵尸战斗。虽然僵尸人多势众，但他还是一一将他们团灭了。在铁钉炼成后，麦克继续探索这个广阔的洞穴。这里太大，直接把麦克搞迷路了。没办法，只能在这里扎营过夜了。第30至33天，麦克仍然迷失在洞穴中。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，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蘑菇兔子。他说他叫邦邦，可以帮助麦克。随后让麦克去寻找彩虹苍蝇，吃了可以获得某种能力。麦克经过搜索，发现了一只嗡嗡作响的彩虹苍蝇。他抽出铁剑瞄准后，一击即中，然后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，自己却并没有什么变化。麦克想，这估计只是蘑菇兔的恶作剧吧，然后就继续跳出洞穴。这才发现自己拥有了超级跳跃能力，感觉真是太棒了。麦克回到邦邦这里，
问他是否还有其他让自己变强的秘诀。邦邦说：“我不是做慈善的，你得给我一些蟒蛇蛋作为交换。”麦克说：“你让一只青蛙去偷蟒蛇蛋，真是疯了。”邦邦却说那是一个公平的交易。第34到36天，麦克终于找到了走出洞穴的出口，利用超级跳跃重新沐浴在阳光和新鲜空气之中。现在没有屋顶的限制，他可以尽情跳高，落地后也毫发无伤。偶然间，他跳到了一个写着青蛙小镇的地方，他想没准在这里能找到妈妈。于是他询问了几个人，但却一无所获。就在将要失去希望时，一个声音叫住了他。第37至39天，麦克和声音的来源瑞波交谈。他说自己是麦克妈妈的朋友，并提示麦克应该去青蛙王国去找他，听说那里远比这个小镇大得多。然后瑞波给了麦克一张地图，让他先去找富兰克林。他知道更多细节应该能帮上忙。终于开始有点眉目了。向瑞波道谢后，麦克告别了他和青蛙小镇，开始满怀期待的去找富兰克林。第40到43天，睡了一觉后，麦克制作了一把镐，然后参照地图出发了。经过一片沼泽时，麦克注意到水下有异动，原来是条鳄鱼。麦克一边利用跳跃能力闪躲，一边找机会拿剑还击。尽管受了一些伤，最终还是成功干掉了鳄鱼。穿过沼泽不多久，麦克来到了一个小屋，一只老青蛙正在门口，正是富兰克林。麦克问他能不能告诉他怎么去青蛙王国。老青蛙说，弱者没有进入神圣王国的资格，等你更强大时再来找我。这时麦克才想起，只要拿到蟒蛇蛋就能得到邦邦的指点变强，看来蟒蛇巢穴还是不得不去。随后他挖了一些钻石，给自己制作了钻石盔甲。第44到47天，麦克抵达了一个散落着蟒蛇蛋的巢穴。考虑到大蟒蛇一定就在附近，他小心翼翼地收集蟒蛇蛋，尽量不被蟒蛇发现。不过显然这不太可能，大蟒蛇发现了他，并愤怒地要把它吃掉。蟒蛇动作灵活，速度很快，但麦克的跳跃能力让他没啥办法。就在这时，一些小蛇开始破壳而出，估计是闻到了麦克散发出的诱人青蛙肉香味。它们不仅数量多，而且刚出生就很强。落入下风的麦克聪明地快速跑开，将大蟒蛇单独引了出来。不一会儿，他终于干掉了大蟒蛇，离开了巢穴。第48到50天，麦克找到邦邦，把所有蟒蛇蛋给了他。他信守诺言，告诉麦克有一个叫蚊子村的地方藏着一把永生之剑，剑就在巨型灯塔中，按照他给的地图可以到达。随后又送了麦克一些弓箭，说是能用得上。麦克道谢后开始前往。丰富的旅行经验让他很快找到了蚊子村，灯塔就在眼前。守护宝剑的蚊子并不欢迎这个不速之客。就在这时，灯塔熄灭了，蚊子群瞬间发起群体攻击。麦克开始用邦邦送的弓箭还击，在被一些蚊子亲了几口，吸走一些血以后，麦克摸清了蚊子们的进攻套路，最终将它们全部消灭干净。随后他搭高进入了灯塔，打开箱子后，果然有邦邦说的永生之剑。拿到宝剑后，麦克找到一群小僵尸试了试威力，果然很强大。现在应该有资格去找富兰克林，进入青蛙王国了。第51至53天，带着永生之剑，麦克来到富兰克林的小屋，却发现这里到处火光冲天。麦克冲进去，找到受伤的富兰克林，问他怎么回事。富兰克林告诉麦克，上次他过来时被女巫跟踪了。在麦克走后，女巫袭击了这里，并知道了青蛙王国的事情，然后前往了。麦克需要立即赶去，现在他已经有资格进入。不过他需要去下界找到岩浆块吃掉以后产生青蛙灯，然后拿着青蛙灯才能进入到青蛙王国。麦克到了谢，并给了富兰克林一些虫子补充营养。第54至57天，麦克开始为制作下界传送门收集材料。他开始采矿，找到了煤和铁，然后花了很长时间找到了钻石。他制作了一个钻石镐，然后用水浇岩浆产生黑曜石。收集到足够材料后，他返回地面搭建了下界传送门，进入了下界。第58至61天，下界真的很大。麦克开始了探索，没多久他就找到了一片岩浆块。就在他想用岩浆块饱餐一顿时，一只变异蟾蜍出现，让麦克滚出他的地盘，然后用舌头发起了动作缓慢但强有力的攻击。利用灵巧的优势，麦克最终将蟾蜍打败。随后麦克用剑戟打岩浆块，并吃掉了酸爽的掉落物。随着一次次打饱嗝，麦克口中吐出了一个个青蛙灯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第62到65天，麦克回到主世界，找到富兰克林，他恢复了健康，还重建了家园。富兰克林给了麦克一张前往青蛙王国的地图，并嘱咐他小心。分别后，麦克踏上了旅程，最终抵达了一个奇怪的山洞。山洞深处正是进入青蛙王国的大门。一名黑色守卫拦住了麦克，并说必须击败他才有资格进入。守卫的胸膛开始发光，发出光波袭击。不过由于麦克太小，而且又灵活，守卫被他搞得团团转。最终守卫认可了他的实力，将麦克领进一个有神秘祭坛的洞穴。洞穴的地面上标示着摆放3个青蛙灯贡品的位置。麦克一将青蛙灯摆好，天花板就立刻消失了，真正的青蛙王国入口显现在眼前。麦克一跃而起。第66到68天，终于来到了青蛙王国。这里太棒了，有各种各样、数量众多的青蛙。不幸的是，女巫已经到了这里大肆破坏。
麦克质问女巫，不是青蛙怎么进来的？女巫指着被他囚禁的妈妈说，她正是利用麦克的妈妈进来的，然后当着麦克的面把桶里的蝾螈拿出来喝了下去。一瞬间，女巫变成了变异女巫。麦克很生气，想让女巫以血偿还，可是女巫每次拍打地面造成的强力冲击波不仅将麦克震飞，还很快杀死了很多平民。他别无选择，只能逃跑后再想办法。第69到72天，麦克下定决心要找到办法解救他的妈妈和青蛙王国。正在此时，邦邦再次出现，他听说了麦克的遭遇，前来训练麦克，帮他提高战斗技能。训练分成3个关卡，第一关是从一座山跳到另一座山，对于身为跳跃大师的麦克，这并不太难。第2关难度更大，在岩浆池之上玩跑酷，这明显更加危险，更考验节奏和胆量。不过最终麦克还是通过了挑战。第3关是清理完遍布地面的数百只蟑螂，这工作量很大，需要很强的耐心和专注度。最终麦克也顺利通过。不过随后邦邦告诉他，真正的期末考试其实是沼泽苦力怕，战胜他才能证明实力并获得更大提升。第73至76天，麦克前往沼泽寻找苦力怕，路上他还在纳闷一个苦力怕算什么呢？不过在看到身形巨大的沼泽苦力怕以后，麦克不得不承认，这确实配得上期末考试。麦克开始用弓箭攻击，却发现并没有多大用处，于是他只能拿出永生之剑近身攻击。令人意外的敌人非常敏捷，而且每次还击都会让麦克漂浮在空中，他也能炸毁一大片地面，威力惊人。麦克尽最大努力躲避攻击，但就在苦力怕被攻击到几次以后，他竟然意外地选择自爆。麦克全速跳走，躲过了苦力怕的同归于尽。在开心地庆祝胜利时，他突然变成了一只超级青蛙，而且有了15颗星。沼泽苦力他还掉落了一个可以看得非常遥远的望远镜。这场苦战的奖赏真是太值了。第77至80天，在这些训练后，麦克感觉自己明显强壮了。不过他知道还是没有足够把握，于是寻找更多训练。他偶遇了一个在举办跳高比赛的村庄，获胜奖品是可以在水下射击的海王弓，没准这可能会派上用场。于是麦克报名参加了。前几轮并没什么挑战，其他对手的实力多少有点可笑。最后的总决赛只剩下麦克和一只兔子，兔子确实有点水平，跳得超高。麦克见状，拿出真正实力，跳到了与太阳肩并肩的高度，然后平稳落地。最终他如愿获得了海王弓。第81到85天，得到海王弓后，麦克开始了水下练习。果然名不虚传，麦克很轻松就能击杀锤头鲨。完成测试后，麦克又去开采了大量钻石，然后用它们制作了钻石头盔和护腿。穿戴上以后，麦克开始继续跳入海洋，寻找可以帮助打败变异女巫的东西。一条鲶鱼拦住他，请求麦克帮他击败深水处的一个可怕海怪，然后给了麦克一张地图，说事成以后必有重谢。麦克拿上地图，向大海更深处游去，不一会儿就到达了海怪的领地。第86至88天，麦克游进入海怪的巢穴，看到巨大又吓人的海怪，他们互相冲向对方，战斗立即开始。海怪作为海战的专家，在水下动作很快，麦克很难打到他。幸运的是，先前比赛赢得的海王弓非常有用，这让海怪吃尽了苦头。当相互靠近时，麦克就拿出永生之剑攻击海怪，2件神器交替发威，很快就将海怪消灭了。麦克没有停留，立即返回找鲶鱼报喜。鲶鱼非常感谢麦克的英勇，并送给他一支威力巨大的水枪。随着夜幕降临，他兴奋地在蜘蛛身上做了测试，一眨眼的功夫就能把蜘蛛消灭。第89到92天，麦克四处转悠，然后走进了一个城堡。他决定进入侦查一番。城堡深处，一位公主正在门前等候。她激动地向麦克喊着：“我的王子来了！”没等麦克反应过来，就打了个深深的 kiss。我们纯洁的麦克以为自己会因此怀孕，没想到只是变成了一个人形青蛙。麦克慌了，公主怒了，大叫着：“麦克不是王子变青蛙，原来是真青蛙！”觉得被欺骗感情的公主拿出剑砍向麦克。人形的麦克无计可施，只能边跑边喊冤，直到跑出城堡的大门，公主才停止了追杀。麦克又跑离城堡一段距离，然后神奇的自动变回了青蛙。第93到96天，麦克在思考着下一步计划。一只兔子跳了过来，他带着邦邦给他的信，信上说女巫进攻了邦邦的家，那里需要支援。得知一直在帮助自己的邦邦有危险，麦克马上赶去，发现了残骸中受伤的邦邦。他问邦邦发生了什么，邦邦说女巫审问了他几个小时，获得了他知道的所有信息，并打算做一种可怕的药水，还说会用你的妈妈做最后的药引。说完他就死了。麦克的伤心和愤怒达到了顶点。在去找女巫算账的路上，他遇见了一个流浪商人，向他买了些力量药水，是时候对女巫进行末日审判了。第97到99天，麦克返回青蛙王国，街道上空荡安静，他四处搜寻，直到发现几头岩滚兽。岩滚兽是女巫的爪牙，开始向他发出挑衅。麦克从远处向他们射箭，但岩滚兽擅长滚动着靠近攻击。麦克穿梭于岩滚兽的硬靠之间，还好他的力量足够穿透岩滚兽的防御。麦克切换到永生之剑，将他们一一消灭。
然后冲进门去救他的妈妈，却发现自己被传送了。第100天，麦克被传送到了女巫战场，旁边就是囚禁他妈妈的笼子。女巫现身说等他很久了。麦克气愤地问女巫为什么要做这一切。女巫说我是为了科学和医药研究，不糊弄你了，其实没什么原因，他只是享受这种折磨人的乐趣。麦克不再多言，决战一触即发。他首先喝下力量药水，提高自己的攻击力，然后向女巫射箭攻击，但女巫的盔甲却能将箭反弹，并反过来给麦克造成很大杀伤。于是麦克改变策略，近身攻击。他拿出永生之剑，这把剑竟然能帮助他恢复血量。女巫看到后直接崩溃大喊不公平。麦克说如果说谈公平，那你必须去世1000回，然后使出所有技能，包括用水枪进行射击。尽管女巫很强大，但也敌不过麦克和神器的出神入化配合。女巫一次次遭受重创，直到最后麦克抓准时机跳起用剑，狠狠地给了女巫一个强力暴击。女巫轰然倒地，得到了应有的公平。麦克也如愿重回了妈妈的怀抱。